Hello， 你好吗？欢迎来到我们这周的正念练习。今天呢，我们想用一个很温暖、很平静的心，来聊一个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主题，那就是期待。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邀请你在心里轻轻地回想一个画面，就是最近有没有一次因为孩子没有照你所想的去做，而让你感到有点烦躁、有点无力的那个时刻？可能是关于写功课，也可能是睡觉时间，什么都可以，不用去评断它，你只要把那个时刻的感觉温柔地放在心上就好。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这里。好，那今天这一趟小小的旅程我们要一起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会来看看那个让你觉得烦躁、挫折的情绪，它真正的源头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试着钻进孩子小小的脑袋里，去理解一下他正在发展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呢，我们会学一个很重要的小技巧，就是在期待落空的时候，怎么先稳住自己，保护好我们跟孩子之间珍贵的关系。最后也是最棒的一点是，你会开始看见，原来孩子其实已经在好多小地方默默的进步了。对了，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有一个很温柔的提醒要送给你。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再熟悉不过的情绪开始吧，挫折感。但你知道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情绪的源头往往不是来自孩子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反应。我们心里常常有个声音会跳出来说，我只是希望他更好啊，我这么做全部都是为了他好。真的，这些出发点都充满了爱，这份心意是无比珍贵的，我们都知道。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心理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懂自己，那就是我们的情绪其实是诞生在我们的预期和眼前的现实这两者中间的那个小小的空间里。也就是说，当事情没有照着我们心里想的剧本走的时候，情绪就从这个缝隙中跑出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这张图一样，我们的左边呢是我们内心的一幅画，上面清清楚楚描绘着事情应该是长这个样子，而右边呢就是此时此刻真实发生的样子。我们的烦躁、焦虑、不耐烦，其实就住在这两者之间的落差里头，而那幅应该如此的画，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现在轻轻地把视角从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转向孩子的真实世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问，可以帮助我们转换观点，那就是孩子是不愿意做，还是还做不到呢？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戴上一副完全发展成熟的大人的眼镜，去衡量一个所有能力都还在慢慢长大的孩子。这就有点像是我们用终点线的标准去看待一个才刚在起跑阶段的跑者，而这个视角的差异就常常造成误解。你看，在我们的视角里，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他不愿意做，对吧？但在孩子的现实里，真相往往是他还做不到。你听，这个孩子是不是很重要？他充满了可能性，充满了希望，他就代表着这是一个过程，这绝对不是一个结论。接下来我想分享两个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我们试着用这个新的眼光来重新理解看看。好，场景一，晚上睡觉时间到了，我看这孩子在床上翻来覆去，讲东讲西，精神好得不得了，我心里的焦虑就开始慢慢升温，忍不住想，时间早就到了，你为什么就是不睡觉？让我们来看看孩子内在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入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转换状态的过程。你想想看，孩子的大脑并不像电灯开关一样，可以啪一声说关就关，它需要时间，从白天的兴奋活动慢慢过渡到安静放松，最后才能进入睡眠。所以你看，我们的期待是时间到等于立刻睡着，但孩子的身心却需要走完一整个流程。好，另一个场景，放学后写功课的时间，我看着孩子一下东摸摸，一下西看看，写几个字又停下来发呆，我心里的 OS 一定是，这不是就很简单吗？为什么可以拖这么久？但对孩子来说，写功课真的不只是一个完成任务的动作而已，这整个过程其实包含了好多，
他正在发展中的复杂能力。比方说，他要学习怎么理解题目，怎么组织思考，还要控制那些让他分心的冲动，更要维持专注力。他的专注力就像一块肌肉，还在慢慢锻炼当中。所以当他写得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懒，而是他正在用尽他全部的力气学习这一切。看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轻轻地停下来，然后对自己说一句：啊，原来这是我的期待。光是这个觉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转变。好，那从理解我们就要走向练习了。这个礼拜我们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练习3个非常微小但却能带来巨大改变的行动。第一个，练习捕捉期待。当你心里浮现他应该要这个念头的时候，不用去批判他，你只要温和地辨识出它，告诉自己，我现在有个期待，就这样。第二个，练习多给自己1秒钟，在你准备开口说话或做出反应之前，给自己多停留1秒的空间，就是这1秒钟，就是改变的开始。第三个，练习每天1个看见，每天刻意的去找一个孩子做到的小地方，然后具体的告诉他，我有看到你。比方说，嘿，我有看到你刚刚自己把书包拿出来咯。当我们开始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会很奇妙地慢慢的转变。我们会从总是专注在孩子还没做到的部分，转向开始欣赏他已经做到的部分。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对比。以前看到孩子写作业写到一半停下来，我们可能会脱口而出，怎么又停下来了？但现在呢，我们可以先看到他开始的那一步，然后说，妈妈有看到哦，你刚刚是自己主动开始的。这样的看见会像阳光和水一样，慢慢的滋养孩子内在的动力。他会因为被理解而不是被要求，而愿意继续往前走。好的，现在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温和的深呼吸。我们要回到这趟旅程的起点了。你还记得吗？我们一开始请你在心里想的那个，因为孩子没有照你的方式做，而让你觉得有点烦躁的画面。现在，我们带着刚刚所有的理解，重新回去看看那个画面里的自己和那个孩子。你可能会发现，那一刻真正让你不舒服的，其实不是孩子的行为本身，而是那种事情没有照我期待的方式发生的失落感和无力感。当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从被情绪捆绑的状态中把自己释放出来了。最后，我想把这段话当作一份温柔的提醒送给你。孩子正在用他自己的速度长大，而你也正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学习如何去爱。我们都不需要完美，我们只需要带着慈悲陪伴彼此走这段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最近最常捕捉到自己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呢？也许你会发现，很多父母、很多老师其实都跟你一样，我们都在这条路上一起慢慢学习。也别忘了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我们每周都会在这里一起练习安顿自己。我们下次见。